大家好啊，我是小九。今天我们来讲讲全球爆火的 Labubu。 You know, at the beginning, I told myself it wasn't going to be an addiction. And then I bought another one. And then I bought another one after that. And now it's kind of starting to look like an addiction. She got the secret one. These are secrets. No, actually. 小心！这个长着尖牙、笑起来有点怪异的小怪兽，突然就占领了年轻人的手机壳、书包和展示柜。你可能在很多的明星的社交账号上也刷到过他哈。Lisa 抱着 Labubu 为这个小怪兽赚足了流量。I can see you guys' face was like, 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 Hi, this is Lisa, and this is my secret obsession. 当明星们把 Labubu 当成时尚单品，粉丝们呢也很自然的跟风追捧。Labubu 的产品线呢不断的扩张，从基础款到联名款，从静态玩偶到动态手办，甚至延伸到服装啊、文具啊、家居领域，形成一个庞大的 Labubu 宇宙。幕后公司与世界文化的渗透， Labubu 的爆火呢不是偶然的，而是 How to Work 潮玩公司精心策划的结果。他们的运作套路呢可以堪称是临界营销教科书啊。那第一步呢，他们会签约艺术家，打造独立创作人设，出版像画册呀、办画展呢，把塑料玩偶包装成艺术品。第二步呢，他们就会搞饥饿营销，基础款限量卖，隐藏款靠抽签，让你觉得拥有它就有了身份的象征。第三步，操控二手市场，通过黄牛囤货抬价，制造收藏即投资的假象。那2023年呢 Labubu 的二手交易规模呢已经突破了5亿，有人呢靠倒卖一周赚了3万多。108万！恭喜网络买家，谢谢全球唯一一只。那个最厉害的实际上是他们的身份植入策略。在同质化的社会里哈，我们很多的年轻人是想通过外在的符号来证明我们自己的独特性。于是呢 Labubu 从玩具呢变成了身份的徽章。让我想到圣经里讲的巴别塔故事，人类想要建造通天塔，彰显自己的荣耀，妄想与神同等。如今我们看到市面上这些潮玩 IP 啊，堆砌着身份的高塔，来证明自己的价值。而这座潮玩巴别塔的根基呢，其实就是魔鬼亲自搭建的献祭祭坛哈。资本用潮流、艺术、个性这些包装纸，把古老的偶像崇拜呢重新打扮了一番。古人拜这些木头啊、石头，这个时代呢，实际上我们是用潮玩的这些玩偶当做偶像了。古代的祭坛上呢摆着牛羊牲畜，今天的咱们展示柜里面摆着 Labubu、Molly 来引导年轻人一步一步的交出自己的时间、金钱和心灵主权。这些被我们献给潮玩的注意力、信仰和信赖，本该呢是献给神的。圣经上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爱主你的神。Labubu 的核心创作灵感实际上呢是源于北欧神话与民间传说的一些小怪兽。艺术家龙家生7岁移居荷兰，他的成长呢是在北欧的神话氛围的环境当中。小时候呢，他就接触很多欧洲的鬼怪故事啊，这让他对北欧的神话里面的森林精灵、小怪兽啊这些形象是产生了浓厚的興趣。我係龍家星。我係一個藝術家，6歲我就跟咗爸爸媽媽咧，就去咗荷蘭居住咧，畢咗業咁出嚟做嘢。我好喜歡歐洲嘅一啲古老嘅精靈傳說啊，咁我又見繪本其實又唔係太多講精靈呢一樣嘅東西，咁我就不如我就嘗試下就係話將我嘅創作嘅東西再加埋呢一個我聽翻嚟坊間嘅傳說 mix 埋一齊，就創作我屬於我嘅精靈故事啊。
拉布布最标志的特征呢，就是尖尖的耳朵，9颗锯齿状獠牙。当我们追溯拉布布的形象根源会发现它与凯尔特神话中的布卡存在着惊人的同源性。在凯尔特古老的口述传统中，布卡呢是居住在森林与沼泽中的夜间精灵。它的形象呢是与拉布布有高度的吻合的，比如矮小的人形，圆圆的大眼睛。凯尔特祭司将布卡视为浑浊的力量的象征，认为它代表着自然界中无法被掌控的神秘维度。那拉布布的形象呢，很可能就是布卡的原型在当代文化中的转化。它带着古老灵体的特质，以潮玩的名义重新进入人类的生活。邪灵把自己包装成无害的小可爱，让我们在追星的名义下心甘情愿地打开心灵的大门。这里可能有小伙伴们会说，你这是过度解读，艺术家只是单纯的创作而已。嘿，还真不是。艺术家的潜意识创作往往是灵界信息的通道。许多艺术家呢，他是通过灵界突如其来的体验感，在梦中看到的形象在冥想中获得的创意在无意识的状态下完成的作品。那这些灵感呢，其实不是凭空想象的，而是灵界存在的，通过潜意识向人类传递的信息。其实小伙伴们，我们知道的许多知名的艺术品都是在被邪灵操控后创作出来的。有的画家在创作中突然失去了意识，醒过来之后呢，画出了从未见过的神秘符号。有的作家呢，在写作时感觉有外力在操控自己的笔，写出与自己思想完全不同的内容当我们把这些潮玩摆在家里，其实是给灵界势力留地步。有人会说，我就是喜欢，我可没想那么多。但灵界的影响往往是潜移默化的，就像你长期听一些颓废的音乐心情会变得很低落；长期看一些暴力的电影脾气就会变得很暴躁。同样的，当我们长期接触带有黑暗原型的形象，我们的灵性敏感度就会逐渐的降低，对真理的渴慕会慢慢的减弱的。圣经上说，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不照着基督，乃照着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就把你们掳去了。魔鬼进入家庭的方式往往很温柔，他先让你觉得只是个可爱的玩偶来降低你的防备，然后通过物品上的临界记号不断的释放负面的影响，可能是莫名其妙的烦躁，可能是持续的失眠，可能是家人们的争吵变多了。这些看似生活琐事的背后，其实是属灵界的干扰。更可怕的是这些物品会逐渐的降低我们的灵性敏感度，它不直接让你远离神，是用看似无害的爱好一点点的占据你的时间和心思，让你对神的渴慕越来越淡，对属灵的事情呢越来越麻木。当你把大量的精力放在给玩偶改装拍照上，自然呢就没有时间亲近神了。我还听过一个令人警醒的案例一位姐妹家里因为孩子很沉迷拉布布，家里摆放了各种各样的潮玩后来孩子就开始说看到这个玩偶动了，还出现了很多幻听做梦家长呢就带这个孩子呢去看了心理医生，也查不出什么问题，一直到一位牧师呢提醒他要清理家中的这些偶像物品。那他们呢就把拉布布玩具还有很多的潮玩呢，家里大的小的玩偶全都处理掉了，孩子的异常状态呢慢慢就消失了。那这个案例告诉我们呢，不是所有的物品都只是物品，当一个东西被赋予了超出玩具的意义，当它成为你心灵的一个寄托时，甚至被当作能沟通的存在时，它就成了魔鬼的跳板，为黑暗势力打开了家门。撒旦也装作光明的天使。面对这些潮流的诱惑，小伙伴们，我们应该怎样应对呢？圣经给了我们防沉迷系统，那就是穿戴所赐的全副军装。首先是真理的腰带，就像我们辨别潮玩的滤镜，然后是信心的盾牌，用来抵挡潮玩的火箭，还要拿起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话语，可以通过宣告神的话语，比如不要爱世界和世界的事，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情欲了，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为敌的。也可以找一些爱主的弟兄姐妹一起祷告，堵住破口，断开黑暗势力的攻击和搅扰。最后我们要成为潮流中的光，不是要去指责那些喜欢潮玩的人，我们要用生命见证真正的满足不在盒子里，我们的盼望在永恒。撒旦从不要你明目张胆的犯罪，只愿你用小爱好把神挤出心灵的宝座。小伙伴们，如果你们觉得这期视频对你有帮助，请订阅、点赞、留言，你的支持是我们更新的最大动力。我们下期再见。